中国促进沙特与伊朗和解，这招到底妙在哪里？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新乐锐评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国际上最为热门的事件之一，就是在中国的周旋下，沙特与伊朗在北京达成协议，中沙伊三国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，宣布沙特与伊朗同意恢复外交关系，开展各领域合作。自从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，已经过去了7年。这7年里，无论是两国外交部门，还是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，都曾大力促进沙特与伊朗复交，但因为种种因素，最终这件事情都没有成功。现如今，在中国的协调下，这一对生死大敌居然能够握手言和，实在是让西方的一些人惊掉了下巴。西方世界会感到震惊也很正常。一则是中国、沙特以及伊朗三方的保密工作做得实在是太好了，在发布联合声明之前，外界居然没有收到一丝消息，等于打了西方世界一个措手不及。二则是沙特与伊朗是中东大国，一举一动都能牵动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，但原本是死敌的两国，居然被中国悄悄地撮合到一起，这无疑会让西方生出严重的危机感。那么回归正题，当这件事情被披露出来以后，很多人都感觉出来了，三方协议在北京签订，中国在里面的功劳很大。但问题是，很大一部分人对于中国大力促进沙特与伊朗和谈这招妙在哪里，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，中国促进沙特与伊朗和解这招到底妙在哪儿？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可以分为4大层面。接下来我们就挨个来分析。从外交层面来讲，这次的做法不仅充分彰显出中国作为中东安全稳定的促进者、发展繁荣的合作者、团结自强的推动者的角色，也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。这句话并不是官方客套话，因为该做法不仅象征意义极强，实际意义也非同寻常。很多人都清楚，在地缘政治的版图中，中东地区是绝对不容忽视的一个区域，这也是美国此前为何将重心放在中东的原因。基于此，能深入插手该地区的安全稳定，促进中东的发展，自然也会提升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与话语权。别看影响力与话语权看似很虚渺，却是大国身份地位的象征。其中最明显的是，影响力以及话语权高了，就有利于我国在中东地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沙特与伊朗的例子。我国未来促进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和谈，则更具力度。这可不是空口说瞎话。中沙伊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后，泽连斯基政府就开始松口了。假如要进行谈判，那么必须要中国与美国在场。要知道，以前泽连斯基可是从来都没有如此表态。由此可见，中国促进沙特与伊朗复交，对国际社会造成了多大的影响。假如中国在未来促进俄乌双方和谈，有了这个例子，我想很多事情就容易推进了，也能够进一步在国际上彰显中国的外交形象以及扩大国际影响力。再从能源层面来讲，中国是一个高度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，国内能源需求又位于世界头部，因此中东石油对中国来讲至关重要。现如今沙特与伊朗和谈后，我国在中东的石油进口渠道将趋于稳定，能源方面的投资也将有保障，这对中国石油战略是非常利好的消息，有助于完善中国的能源战略布局。再从贸易层面来讲，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，未来想要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，就必须整合多个地区的经贸合作。当前我国主要与东南亚、欧洲与美国合作的比较多，但是假如未来中美全面交恶，欧洲与美国的市场很可能会发生极大变化。那么在这种背景下，我们需要开拓新的商贸市场，因此像中亚、南亚以及中东这些地区都是我们需要耕耘的地方，尤其是中东地区，土豪国家多，土豪王爷也很多，穷的只剩下钱和资源了，而这些都是我国所需要的。所以促进沙特与伊朗和谈，对我国在中东地区的经营也将发挥重要作用。最后呢，我们再从国际博弈的层面来讲，
美国为了打压中国的崛起，不断在我国周边搞事情，其中最重要的一张牌呀，就是台湾。他们想利用台湾复刻一场东亚版乌克兰危机的想法，已经不是一两天了，基本上等于摆在了明面上。为此，不惜拉日本、韩国乃至菲律宾下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反而不应该被美国牵着鼻子走。毕竟岛就在那里，美国搬不走也毁不掉。反而我们应该牢记伟人的那一套理论：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。那么，促进沙特与伊朗复交就是这种战术的典型示范。虽然美国在中东地区已经逐渐衰落，但当前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，尤其是美国最为特殊的盟国以色列就位于中东。以色列是犹太人建立的国家，而犹太集团对于美国而言意味着什么？我想明眼人都清楚。基于此，这就是一个新的突破点。美国敢在我国周边搞事情，我们就去瓦解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，顺带可以武装中东各国。至于这些国家会不会拿着我们的武器去干以色列，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。毕竟中国从来不会干涉他国内政，而众多伊斯兰国家原本就极度仇视以色列，双方在宗教信仰和核心利益上都存在巨大矛盾。所以，伊斯兰国家想要找以色列麻烦，自然怪不到中国头上。当然了，这里也需要强调清楚啊，关于这几条分析都是我个人的观点，与中国外交立场没有任何关联，希望不要对号入座。好了，事情说完了，老规矩，最后再说一些观点来收尾。坦白来讲啊，当看到中沙伊三国的联合声明后，我第一反应就是中美博弈真的开始真刀真枪的干了。前几天外交部的发言已经表明了态度，中国不会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现如今不停地打压中国，各种经济制裁、外交围剿措施频繁出台，简直就是不想给我们活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出手了，直接拿刀给美国放血，不仅让拜登政府晕头转向，同时也让他们心中滴血。基于此，回过神来的美国精英们势必不会善罢甘休，新一轮挑衅打压或将接踵而来。但我相信，只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，就能把美国拖垮。毕竟当前的美国可以用内忧外患来形容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坚信一点，优势在于中国，时间也在于中国。因此，只要广大中国儿女能够团结一致，坚定地跟随国家往前走，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，也只会属于我们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